到了夏天，多肉化水有没有困扰你？仔细看今天花花的内容，相信你一定有很大的收获。以后不仅是夏天，其他季节相信你也能轻松应对化水问题。无论新手还是老手，无论绿手指还是黑手指，听到度夏都会心里一惊，因为多肉度夏是肉友过不去的坎。不瞒大家说，花花每年度夏也都会收空盆的。但是多肉度夏难，到底难在哪里呢？今天花花就来好好说一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其实度夏难的现象就是大家收获了很多空盆，一直以来很好的肉大部分都化水死掉了。那么为什么肉会出现这些现象呢？就要从肉化水的原理说起。多肉化水的原理：一、原生环境特点。要想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得回到它的原生环境，去追溯其化水的根本缘由。多肉植物品种最多的国家就非墨西哥和南非莫属。我们先来说说多肉的第一故乡——南非的气候特点。一、光照时间长，年均气温约在10-25度左右。另外，南非几乎终年都是阳光明媚，光照时间长，紫外线强，而每年的4至5月份，光照时间最长可达9小时以上，因此当地的多肉颜色都是非常鲜艳的。二、降雨量少，每年都会有一个明显且较长的旱季。南非南部的东开普省与西开普省都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，那里气候表现为冬天温暖潮湿，夏季的时候干燥炎热，因而成为世界上多肉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。这里涵盖了番杏科、百合科、景天科、大戟科、罗莫科等，品种数量几乎占据了全球多肉植物品种的1/3。三、昼夜温差大，尤其是冬季，夜晚0度左右，白天20度左右，有时温差甚至高达30多度。不仅南非如此，墨西哥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，紫外线强烈，像仙女杯属、石莲花属、厚叶草属和风车草属，它们可都主要分布于墨西哥。二、养护环境特点。对比我们当地的气候和以上多肉原生环境的气候，不难发现有一个致命的区别，那就是它们每年都有一个明显且较长的旱季，一般都是在夏季干燥。但是我们的环境，尤其是南方，很多地方都会有一段梅雨季节，天气是持续性的高温高湿。这一点其实是与多肉的生长习性是相悖的。另外，即使没有梅雨季节，与原生环境冬季温暖湿润，夏季炎热干燥比起来，我们的气候则是冬季寒冷湿润，夏季高温高湿。当然少数一些开挂区除外。所以不难理解度夏很难了。三、特殊的光合作用形式。说完了多肉的适应环境，再来说说植物的光合作用。一般的植物是以空间分离法通过2种细胞类型实现，叶肉细胞和维管束鞘细胞来完成对二氧化碳的固定。而多肉植物却不一样，它们对二氧化碳固定实行的是时间分离、昼夜节律。这就是因为多肉植物长期且大多都生长于热带且干旱地区。这种环境的特点是昼夜温差非常巨大，要想在这种环境下世世代代的活下去，就必须要顺应环境改变自己，因此就有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模式，那就是晚上打开气孔，白天关闭。由于夜间温度比较低，所以通过气孔丢失的水分要比白天少得多。对于植物来说，这样可以避免水分流失的过快。对于多肉植物来说，叶片是其全身上下最大也是最主要的养分以及水分的存储仓库。因为旱季期间土壤的水分极少，根系长时间无法吸收到水分以及养分，所以在雨季的时候，叶片就要拼命的吸收并且储存更多水分和养分。这样叶片里不仅有根系传输上来的，还有叶片直接从空气中吸收的一切可利用的水分，以备后期的营养供给。那么水分以及养分储存的多了，自然就会变得鼓鼓的胖胖的了。多肉化水的原因：一、高温浇水。那么接下问题就出现了，因为多肉其本身的生长习性，所以它们习惯的会吸收很多水分，但是我们这的气候以及湿度都与其原生环境的有着大相径庭的区别。夏季高温还多湿，再加上每个花友的养护环境以及方式不同，例如通风条件差，甚至最致命的是频繁给多肉植物浇水，肉的盆土一直处于湿润状态，
而此时精液的气孔关闭，这时候它们就会处于一种憋气的状态，根系不停地吸收水分，却没有合适的途径来排水，最终水分只能把肉肉的细胞壁撑破，出现化水的现象。这种情况多数出现在夏天，所以多肉化水在夏天最常见。另外，很多多肉夏季是休眠的，所以早就储存了足够的水分以及养分，所以你再额外的补充它也吸收不了，不仅并没有帮助，还会适得其反。结果就是盆土过湿，根系腐烂，叶片也会因为水分过多，直接将细胞壁撑破裂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化水。化水处理不及时还会引发其他的病害，黑腐就是典型的化水后的病态。2. 真菌感染。导致多肉植物化水的另一种原因是肉肉感染了真菌，这时候肉肉的自我保护机制会触发，试图封闭住被感染的部分，从而隔断真菌继续蔓延。被封闭的这部分将会失去所有的呼吸作用、光合作用、蒸腾作用以及新陈代谢的机能，细胞壁会分解破裂，出现化水现象。然而，真菌并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被隔断的，所以基本上会很快蔓延到肉肉全身，最终导致全株化水。这时候化水的同时，往往伴随着多肉黑腐，很难及时抢救。如果发现多肉植物从底部茎干开始化水，并有向上蔓延的趋势，那么基本上就是真菌感染导致。出现这种化水情况之后，蔓延的速度非常快，大多数肉肉基本都是抢救不回来的。我们只能尽人事，听天命，不必太过自责，吸取教训，避免下次发生才是更重要的。当然，其实真菌归根结底也是由于闷湿的环境滋生出的，所以再次强调一下，肉肉喜欢干燥通风的环境，绝对不能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的环境中。多肉化水后怎么办？了解了多肉化水的原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根据原理进行养护了。那么，对于已经化水的肉肉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第一种是底部几片叶子出现透明症状，这是最轻度化水征兆，不要在乎美观周正，摘掉叶片即可，反之会逐渐向上蔓延，直至整棵全部死亡。第二种是底部主干弯曲，头朝下，部分出现黑化、微黄，逐渐出现透明症状，这是中度化水征兆，需要将整棵拔出，从化水的地方用刀子将其完全砍掉，直到露出正常的杆子，通风处晾1天，放于潮土之上，重新发根。第三种是叶心处出现微黄透明症状，这是重度化水征兆，是因为叶心下的杆子内部出现问题，并没有体现在主干上，但其杆子内部从上到下都已出现化水问题，那就意味着从上到下的杆子心部已经全部坏掉，此时只能选择底部比较完整的叶片留取作为叶插使用。这种情况如放任不管，则会整棵出现黑腐症状，导致最后叶子也没有了。以上就是分享的多肉夏天化水的原因以及补救方法。相信看了这个内容，你以后多肉的化水几率会大大减少。关于多肉化水，希望你有补充的养护技巧分享给大家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欢。喜欢花花的内容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